现在修一台台式机电脑，这台电脑问题是它原先这一块固态硬盘坏了，现在是电脑不认硬盘了，我们给它换一个机械的，换上以后做个系统。硬盘换好以后，我们把这个系统 U 盘插到电脑后面，插到这个 U 口就可以了，然后就开始做系统。这个是华硕主板，我们开机点这个 Delete 也可以，一直这样点，然后点这个启动项，启动菜单。这个是500G 硬盘，这个是我那个系统 U 盘32G 的，这样点也可以。这样就进到我这个 PE 工具里面了。还有个简单的方法，就是一直点 F8。F8 是华硕主板的 U 盘启动项，这是个快捷键，一直在长点 F8，然后出来，然后我们选最后一项 USB 这个就是我那个系统 U 盘，点一下它，这样也可以直接进到 PE 里面。然后这是这个旧电脑，我们选择这个 Win2003 PE， 点回车键，进到 PE 以后，然后我们给它分下区，点一下这个分区工具，这儿有个快速分区，给它分4个区吧。C 区让它稍大点。调个80以后，然后储存东西多点呢，然后点下确定，点是。你们做的话，一般就不需要分区，如果分区的话，资料都没有了。分完区以后，开始做系统。这有个一键装机，双击这个。这电脑是4G 内存，我们给它装个 Win764位。选好以后点执行，点下是。现在系统开始往硬盘里面正在购，如果购完以后就可以安装了。好了，系统复制到硬盘上以后，然后它问操作是否重启电脑，然后把 U 盘拽掉，拽掉 U 盘后点确定，它就开始重启，开始安装系统。现在系统就开始自动安装，不需要任何操作。系统做完以后，它要重启一下，然后系统就做好了。现在系统做好了，然后我们检查一下驱动，然后打开这个管理这儿，然后点一下设备管理器。这儿如果有感叹号的情况下，就是有驱动没有装好，没有装对。现在没有感叹号，驱动都装好了。好了，这台电脑系统装好了，谢谢大家观看。不用的壁纸刀片或者是报废的壁纸刀片，我们给它接上2条线，它的使用价值立马翻倍，在生活当中非常的有用。我们来看，首先呢，我们先用电工胶带把刀片上面这个电线给它先粘一下。我们这样给它粘牢固了以后，接下来把这边也给它粘一下。我们看，就这样把2条线都给它粘好了以后，接下来我们再找几个这样的木头条，找一个薄厚差不多的，不能太薄了，就这个可以。然后呢，我们把它夹在这2个刀片中间。我们看，这样夹好了以后，然后呢，还是用这个电工胶带，我们给它固定一下。先把这个刀片给它对齐，对齐了以后，然后呢，我们看，哎，这样。前边给它固定一下，然后呢，在这个后边
再给它固定一下。我们看，就这样制作好以后，我们用它可以做什么呢？来看，像冬天啊，我们用水的时候没有热水怎么办呢？其实啊，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来烧水了，烧水速度非常的快。我们把它放到水里面来测试一下。你看，刚烧一会儿，这个水马上就要开了，升温速度非常的快。冬天我们用它来洗脚、洗脸或者洗头，用热水非常的方便啊。用热水的时候，在使用的时候呢，最好啊加上它这种漏电保护开关，这样才会更加安全。对于一些不懂电的一些新手朋友，切记啊，千万不要去模仿。烧水的时候用这个盆啊，一定要用塑料盆，千万呢不能用金属盆。像70年代的时候啊，还没有热水器，在烧热水，冬天用热水的时候，很多呢就是工地电工就是用这个方法烧水，速度非常的快，也非常的好用。切记啊，新手朋友切记千万不要去模仿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收了一台创维的液晶电视机，这是32寸的。这台电视机也非常老了，我们看一下，这个边儿这么宽，然后这边是喇叭更宽，这边两边都是一样的。这电视机也最少也得有个10来年了。外观看的话，这个也非常厚，看下这个厚度有这么多。20块钱收的，这台机器客户说是有点问题，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他也不可能20块钱卖给我。他说开机以后这个屏，他说闪屏，然后我们开机看一下。打开电视机以后，我们看到这个画面，它好几个颜色一直在这儿循环的在这儿显示。像这个情况，一般的都是这个电视机进到工厂模式了。这种情况我们就需要用原装的遥控器给它退出工厂模式。如果能退出了，就证明这电视它没问题，还能就是好的。关键现在也没有这个遥控器，我到时候从网上淘一个这个原装的回来试一下。如果退出以后还是这个样子，那就是这个主板坏了。小问题的话，我们给它修一修；如果大问题的话，这个电视机就把它还当废品给卖了，应该还可以卖20块钱，也不亏。朋友们说一下，这个20块钱我现在收的，它值不值啊？我感觉它应该是赔不了钱。这个好了，视频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等买着遥控了，我们再见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修一台电磁炉，这个问题就是这个面板坏了，我们给它更换一块这个面板，这个是没有技术含量的，更换过程也非常简单。首先我们先找一个合尺，量一下这个面板的尺寸是多少，这个是27，这也是27，这是一块27×27的方形玻璃面板。我们从网上买个这个，我已经买回来了，这个也不贵，挺便宜，这个也就是20多块钱。大小一样情况下，我们把这个面板给它起下来，把这个坏的起下来，找个这个扁的东西。骑着小心点，不要拉破手了。这个，把这个玻璃都清理完以后，我们把这个边儿上面的油污再给它清理一下。清理完以后，然后再用这个703这种胶，磨点胶开始粘面板。把这个胶磨好以后，我们就开始放这个面板。放好以后，我们在上面压个东西，就这样放到第2天，然后这个胶等固化好以后就粘好了。更换这个也非常简单。好了，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再见。2个一样粗的软水管
没有对接头，怎么把它们接在一起呢？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用的方法。其实呢，用2个钉子不需要对接头，就可以快速的把它们2个接在一起，而且呢，无论水压多大，它也不会撑开，它也不会漏水。这个方法呢，非常的好用，给大家来分享一下。首先呢，我们来看这2个软水管都是一样粗的，没有对接头啊，一般都是接不了的。给大家分享这个方法呢，非常实用啊。首先呢，我们先把这个管这一头给它，我们看，先来抹点防水胶在这个口这边，磨好了以后，然后呢，我们来看，接下来把管这一头给它先用一个打火机或者在火上面，我们给它烤一下，先加工一下。我们来看，这样烤的时候呢，一圈给它都烤热均匀了，先给它加下热，把这头。这个方法呢，简单又实用，不需要对接头就可以快速把它接在一起，非常实用。这个方法，我们看，把管先加热，你看现在已经热了，等它热了以后呢，我们来迅速的把它穿到这个管这边。我们来看，这样穿来以后，然后因为这个胶它还是湿的，没有干完全干，它也可以起到润滑的作用。你看，这样就可以把2个管这样对接起来了。对接好以后啊，虽然它是不漏水的，但是呢，它不耐高压，压力大了以后会把它给撑开的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来看，再进行下一步，我们可以找2个比较尖一点的这种钉子，从中间这个位置给它先钉个钉子。钉着钉子的作用呢，就是可以起到一个抗拉的作用，压力再大它也不会撑开。我们看，钉上这样1个钉子，就这样给它全部都穿透到里面。你看这个钉子穿完以后呢，接下来我们在它的侧面再穿1个钉子，接好以后效果就是这样的，2个钉子是十字交叉在一起的，这样呢，无论水压再大，它也不会撑开，非常的牢固，它也不会漏水。这边呢，我们已经抹了防水胶了，而且这个螺丝孔里边也有防水胶，这个橡胶软管收缩性也比较强，也不用担心这个螺丝孔漏水。这个方法呢，非常的实用。好了，视频感谢大家观看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修一台海尔的液晶电视机，这台是43寸的液晶电视机。电视机问题是开机以后，它一会儿就自动关机了。这个，我们看一下。然后在开机的时候，听着这个开关老是嚓啦嚓啦响，这里边应该是接触不良。过个2分钟以后，这个里边一听着嚓啦嚓啦一响，然后电视就关机了。这个问题是这个开关坏了，我们给它换个开关。这是一个4角开关，我们把这个拆下来。现在把这个新开关换上去了，然后这个旧开关看一下，这个角都烧成这个样子了，有明显的烧痕。现在开关换好了，然后开机试了半个小时，没问题了。这个问题非常简单，就是换了一个开关。好了，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再见。网上好多网友说，这个家里边的路由器，如果是信号差或者是网速慢的情况下，他说在天线上面，每个天线上面绑一节电池，然后用胶带给它缠上面就行。说这样的话网速就会更快，然后信号也更强。我对这个也非常疑惑，然后我就今天给大家测试一下，看它到底有没有效果。然后按他说的，然后每个天线上面绑一节电池，用透明胶带给它粘在这个上面。这儿绑了一个，然后把另外一节电池再绑上。
好了，现在这个电池已经绑好了，我们现在给它通上电，连上网线，看看它到底有没有效果。现在给路由器，然后插上网线，然后给它再通上电源。等它启动开了，然后我们测试一下这个网速。现在是30米的距离，然后这个 WiFi 信号也没有变强，还是1格信号，然后网速它也没有提升。看来是网上这个说法是不靠谱的，电池绑在上面是没有任何作用的。好了，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再见。今天我才知道，原来把药壳粘在电工胶带上面居然这么厉害，它可以给我们生活当中带来很大的用处。我们来看它具体可以做什么。你看，像家里的这些 LED 灯非常的不耐用，如果它坏了以后呢，我们用这个药壳就可以10秒钟就可以把它给修好。这个方法呢非常的简单又好用。我们看，首先呢把这个灯给它插在灯口上面，我们看，然后呢再插到这个电源上面。你看这个灯是不亮的，它坏掉了。坏掉以后呢，我们首先呢把这个灯给它先把灯罩给它拆开，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方法，非常的好用。抠开以后呢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像这个灯坏了以后呢，大部分都是上面的小灯珠坏了。我们找到这个发黑的这个小灯珠，一般发黑都是它坏了。坏掉以后呢，我们找个刀片把这坏掉的灯珠上面这个黄色的这一层我们给它抠掉。抠掉以后呢，刮一刮，把里边这个金属给它刮出来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可以用这个药壳来修复它。修复的时候呢，我们来看一下，首先把这个药壳给它先撕下来一点，然后呢，用打火机给它烤一烤。这个药壳外面呢是有一层保护膜的，它是不导通的。当我们用打火机给它烤完以后它有一个导通的功能。烤完以后呢，我们用剪刀把它先剪下来一长条。剪下来以后呢，然后我们再来剪点电工胶带，也是剪下来小块就行。我们看，接下来把这个药壳我们给它粘到电工胶带上面，粘到这儿以后，然后呢，我们把它贴在这个坏的灯珠上面，一定要对准位置对好了位置以后，然后呢，我们来看，这样把它粘上，使劲呢把它刮一刮，一定要让它粘的牢固一些。粘好了以后呢，接下来我们来看，把它插在这个电源上面，可以看一下。你来看，很轻松就把这个灯修好了，是不是非常的亮，是吧？用它来修灯非常的方便又特别的好用。怎么样呢？这个就是我们把这个药壳粘在电工胶带上面，它一个非常好用的功能，修灯非常的方便又好用。朋友们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视频，这个视频就是焊接这种多角芯片的一些焊接技巧。这个视频非常适合电子爱好者或者是初学的朋友们观看，如果是老手的话可以略过。就是我们用烙铁焊接的时候，这些引脚它是距离挨得比较近，烙铁很容易给它焊连。我会教大家一个方法，怎么解决这个问题。首先我们焊接先找到先给它定个位，这个芯片这儿是有个记号，然后我们看这个主板这儿有个豁口，这意思就这个冲在这块是这样安装的。芯片和下边主板这个让它对齐，然后用手指摁住这个芯片，我们就开始用烙铁开始焊。先焊4个角，把这个芯片给它定住，固定一下。然后我们上点焊锡丝，假如我们在焊接的时候上的锡上的太多了，然后它都在连到一块了，然
然后这个锡也弄不下来，怎么办？看到没有，这些锡都是多余的，它都连在一块了，这样会短路的。我们要把多余的锡给它都去掉，我们就需要用这种吸线，把多余的锡给它吸下来。如果是电子爱好者手里边没有这个吸线的情况下，我们可以不用这种，可以用一个这个细铜丝，就是电源线，把这个皮剥掉以后，用这个也可以把多余的锡给吸下来。这个对电子爱好者来说是比较实用的，因为买个这个它也不便宜，因为你也不是经常做维修的，也不需要买这个，所以用这种就可以了。把多余的都吸下来。现在看到了吧？这些多余的锡已经都吸下来了，现在没有短路的情况。这个方法非常适合应急使用。好了，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再见。像这些电水壶，它坏了以后，实际上维修是非常简单的。像这一台，我们通上电，打开开关，然后这个指示灯它也不亮。像这种情况，我们首先要检查一下这个底座里边两个铜片有没有塌下去，没有弹上来。我们看这两个铜片是没问题的，然后我们就需要检查一下壶，把这个壶打开开关，然后我们用弯表2极管档测一下它的底座，看有没有阻值，没有任何反应，这个问题就是壶的问题，我们就需要把这儿拆开。拆开以后，还是用2极管档，我们先量一下这个开关，看看它坏不坏。这2条白线是开关的线，我们量一下。这个导通就是这个开关不坏。然后我们把开关给它把它关上，关上以后量一下这个耦合器，看它有没有问题。一条线连在这个角，然后另外一个连这边。这个通，然后再测一下这边，不导通，这个就是这个耦合器坏了，我们给它换个耦合器就行了。拆这个耦合器，这儿有3颗螺丝，把这3颗拧下来，它就能拆下来。这个坏的就拆下来了。这个耦合器它坏的原因，大部分都是这个温控这个触角这儿它接触不良，接触不到一块儿，然后它就不会导通，问题都在这儿。像这种情况，我们直接就把它换个新的。换这个新的，在这儿最好是磨掉导热硅胶，如果没有的话，不磨也可以。换好以后，我们再测一下它阻值，看到吧？现在是正常的，但是有35欧。如果想看更详细的教程，我前段时间发布了一个5分钟的维修视频，那里边讲的比较详细，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一下。我现在再试一下，好了，现在有电了，这就修好了，问题很简单。前几天买的这款便携式智能彩屏点焊机已经到货了，我们来测试一下，看一下它到底好用不好用。以前呢，我们给18650锂电池焊电线的时候都是用电烙铁，如果掌握不住温度的话，容易损坏电池，而且也非常不安全。我们呢，今天来做个开箱视频，看一下这个点焊机效果怎么样。首先呢，我们来看，这是一台主机，非常的小巧，携带也很方便，个头就这么大，跟充电宝大小差不多。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个拿掉，这是一个说明书，这个是点焊笔，这是送的镍带，一条充电线，还赠送了2个备用点焊针。在主机的顶端是开机键，我们看一下，它是彩屏的，有4段调节模式。前面这边的预热可以调节预热时间长短，
脉冲，下边是脉冲，可以调节脉冲的时间长短。再下边就是间隔的时间。再往下面呢就是连点，想让它连点1次或者2次、3次、4次、5次，在这儿调节。它还有另外一个模式，就再点一下这个开机键。这个模式呢就是充电宝的模式。假如手机没有电了，它也可以当做充电宝来给手机来充电，非常方便。在它的背面可以看到，它的最大输出电流是1200安，充电和放电5伏2.1安，它的电池容量5000毫安。我们现在呢就把这个点焊笔给它插上，来测试一下它点焊的效果到底怎么样。后边这儿有个支架，我们把它支在这边来测试一下。0.1到0.25之间厚度的镍片都可以焊接。我们先来测试一下这个镍片焊的怎么样。像镍片、不锈钢片、铁片、铝片都可以焊接。现在我调的是连点2次。我们看一下，焊的还是非常不错的，转也转不开，用钳子把它拔掉，看一下焊点怎么样。你看，非常牢固，把这个镍片都转坏了，这个效果还是很不错的。有需要这个点焊机的朋友，视频左下角就可以拍一个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像我们这些半自动洗衣机，减速器坏了以后，我们首先要拆这个波轮。然后这个波轮这条螺丝拧得太紧了，可能是锈上面去了，怎么拧不下来。像这种情况，我们就需要用另外一个办法。我们用手枪断，然后把那个螺丝给它断下来。这个钻头我们用个6毫米的钻头。转一会儿，然后在这儿加点水，因为钻的过程中这个螺丝会发热，温度挺高的。现在把这个帽给它钻坏，然后就掉下来了。这是里边的垫儿。把这个都已经钻下来了。是减速器坏了。好了，现在这个托盘就取下来了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店里面来了一个大活，就是修一个插排。插排在我们生活当中用的比较多，实际上它坏了也很正常。不过这个维修的话，实际上它非常简单。好了，我们啥也别说了，直接拆开看一下是什么问题。打开以后，我们首先要检查一下这个电源线，2条线看有没有开焊的，一条焊在这儿，另外这条怎么掉下来了？它应看到这个开关没有？这个开关是一边一条线，这条线没有了已经。这条线应该是在这儿焊着，这儿焊着以后，然后经过开关，然后到这个火线这边，它这个就是这条线开焊了，应该是在长期使用，然后或者功率过大以后，这儿一发热把这儿断开了。我们再看一下这条线，这条是个 D 线，然后这是小厂家做的，这只是个线皮，里边的没有线。正规厂家做的话，应该是这条线是连在这个插座的这条 D 线上面，它这是没有，这是个假的。我们把这个焊上就可以了。维修这种插排，我们可以分成3步来维修。第一步就先检查有没有开焊的，如果没有开焊的情况下，我们就检查；如果有开关，我们就检查一下这个开关。就是把开关打开，然后用那个万用表测下这两个角导通不导通。如果在打开的情况下，这2个角不导通，就是开关坏了。然后第3点就是，如果开关不坏，它也没有开焊。第3，我们就要检查这个电源线，看这个电源线断不断，肯定就是这个电源线有问题。
一共就是3点就能修好这个插排。修好以后，我们通上电试一下。好了，现在这个指示灯已经亮了，这个就证明它已经都有电了。这个维修是非常简单的，不知道大家都学会了没有？好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